好的，兄弟们，今天咱們就巴西隊世界盃的奪冠前景，包括26人名單進行詳細的分析。但首先就昨天的視頻裡面兩個小的錯誤進行勘誤，而且鄭重道歉。最後一輪英超確實是阿森納贏了水晶宮2-1，歐聯盃呢也是阿斯頓維拉拿了，並不是紐卡斯爾。非常感謝大家在評論區的提醒。當時我奇怪的腦回路也不知道怎麼回事，就把曼城最後一輪輸球想在了阿森納身上，非常抱歉。然後又把阿斯頓維拉說成了紐卡，也是非常的對不起啊。也許可能就當時說到這兩個信息點的時候，最後一輪英超因為不重要了嘛，但是最後一輪不重要的英超曼城輸球了，不知道怎麼當時我就把它想成了阿森納很荒謬。腦子裡面也不知道怎麼就把維拉跟紐卡看成差不多荒謬一級。簡單說呀，視頻裡面老 K 也是經常張冠李戴，嘴巴裡面跑火車，直接昨天就出了事故，而且經常把曼城說成曼聯，曼聯又說成曼城，兩個字糊塗。所以實在抱歉，我也知道大家看的時候這兩個錯誤會讓大家很不舒服，影響食慾。但另一點，其實老 K 做的視頻時間越長，對於 YouTube 給我的推送反而不利。只是有時候呢說溜了嘴，年紀越大廢話越多，所以很抱歉，時間拖長了，給自己兒子、老婆、女兒幫我做後期，也造成了更大的壓力，他們也就更容易出錯，所以很抱歉，實在抱歉。唯一想一想，就做了幾百期，像昨天這樣嚴重的跑火車事故，好像還不太多。聊以自慰純粹是一種阿 Q 精神，主要還是覺得有這麼多人喜歡老 K 的節目。昨天的節目呢那麼好，但卻有兩個細節低級失誤，看的時候不舒服，既對不起大家，也對不起自己的精心制作，非常遺憾。但另一方面，有朋友老是說這是不是 AI 配音 AI 配音，這反而讓我心裡面很高興，這反而說明在老 K 有生之年 AI 是替代不了我們這種真人的。OK， 另一方面呢，阿森納部分球迷对我很有意見，說阿森納打贏大巴黎這不算是爆冷門。這個我覺得老 K 說了一年了，一整年，從賽季初就說阿森納聯賽要奪冠，從去年11月我就說阿森納今年很可能聯賽和歐冠決賽都要搶雙冠王，就像1999年的曼聯。所以真正的阿森納球迷請諒解，老 K 今年是幫了你們了，幫了你們大忙了，起碼嘴巴上是一直看好阿森納要拿聯賽冠軍，而且進入歐冠決賽，对吧？至於阿森納贏球是不是爆冷門，昨天呢我是看直接奪冠賠率大巴黎直接奪冠的賠率 Bet365 給的是 1.61， 阿森納呢給的是 2.30， 其他的主流賭博網站也大差不差。再剔除莊家抽水後的公平概率包括可以再對比90分鐘內勝負的賠率，90分鐘內的賠率現在大巴黎取勝呢大概是 2.14 到 2.33， 阿森納取勝呢大概是 2.85 到 3.15， 所以很明顯各大主流賭博網站都更看好大巴黎奪冠。客觀講，大巴黎明天拿冠軍的概率是要高於阿森納的，但老 K 主觀的更覺得阿森納爆冷的可能性更大，或者就不應該說爆冷就直接說阿森納拿冠軍，老 K 是支持的。當然如果說錯了，老 K 也完全不負責任，因為客觀上大巴黎拿冠軍明顯概率更高嘛，我只是加了一些自己的主觀判斷，具體的原因就在昨天整個40分鐘的視頻裡面。所以總之呢，做視頻還是不要臉一點為好。繼續厚着臉皮請求大家給出 hype 積分，請求大家點讚，並且在評論區多批評我。年輕的時候每次遇到有人批評，心裡面就很不舒服，但老 K 也40多歲了，所以總是皮癢癢。我相信只要不是你惡意的想老 K 不好，那麼你每一句批評打那麼多字，都是對節目的用心，都是对老 K 的看重，所以真心的非常感謝大家。那麼說回今天的主題，巴西隊足球王國，桑巴足球。老 K 是非常喜歡巴西队的，而且在我的小白時代，第一個喜歡的就是巴西。我不知道其他的球迷但是在90年代那時候喜歡足球，你不說喜歡貝利，不說喜歡巴西，就很容易被人瞧不起。只是後來隨着足球知識的增多，少年的逆反心讓我選擇了其他的球隊。那麼巴西最出名的是聖多斯咖啡，也是最經典，他們出口最多的那種低酸醇厚堅果加上巧克力香，順滑平衡的感覺。所以巴西足球的技術，他們的那種濃濃的咖啡味兒，我心裡面是非常非常，到現在都非常非常喜歡巴西足球。這也受了自己帶兒子踢球的影響，因為讓兒子踢球，第一就是想他技術好。說真的，最開始梅西那種技術很難練，
但最容易模仿的就是內馬爾、小羅納爾多、大羅納爾多啊等等。巴西化的個人技術一直是老 K 個人認為最適合作為青訓的主體思路的。日本人在90年代剛剛搞 J 聯賽的時候也想到了這一點，所以幾十年過去，日本足球時至今日就3個字：巴西化。但是今年2026年的世界杯，老 K 卻是最不看好巴西的一次，主要有3個原因。第一是內馬爾最後時刻的入選，讓我對安切洛蒂非常失望。第二點，切爾西的若昂佩德羅沒有入選，這也讓我大出意外。其實內馬爾來不來都無所謂，反正做替補席。但是巴西足球要想爆冷拿到世界杯冠軍，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左右2個邊路維尼修斯和拉菲尼亞，特別是維尼修斯，如果找回2年前歐冠決賽遇神殺神遇佛殺佛那種狀態，那任何一支球隊擁有維尼修斯都是有可能拿冠軍的。只是左右兩邊維尼修斯跟拉菲尼亞仍然不夠，中路必須要有像若昂佩德罗這種能夠进球的。可現在巴西队內最能進球的若昂佩德羅，安切洛蒂不帶，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第3個原因啊，過去我們老球迷都知道，過去的世界杯老 K 記憶裡，從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開始，每年大部分的巴西球員都是從歐洲徵召。當時巴西媒體經常抱怨從國內聯賽選人太少了，像86年世界杯22人名單，國內聯賽只有8個；1998年法國世界杯，國內也只有8個。到了06年德國世界杯23人名單，國內只有一個聖保羅隊的切尼。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23人名單也只有2名來自國內聯賽。2014年巴西世界杯23人名單，國內聯賽仍然只有2名。2018年俄羅斯世界杯23人名單，國內聯賽有3人。2022年卡塔爾世界杯26人名單，國內只有3名球員。但這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名單，國內竟然徵召了7人之多，尤其是從弗拉門戈徵召的人特別多，阿里克斯、桑德羅、達尼洛、佩雷拉和帕奎塔。最近這件事情還引起了弗拉門戈队的強烈抗議，俱樂部還發表了長文抨擊巴西足協。這是由於弗拉門戈隊的多名球員被國家隊抽調以後，他們希望能夠延期巴甲聯賽，但是遭到了巴西足協的拒絕。要知道，過去弗拉門戈隊經常為了國家隊多次包機接回自己的球員，因為當時為了參加巴西隊球員周二晚上還在另一個大洲萬里之外參加巴西國家隊比賽，但不到48小時後又必須代表俱樂部出場，所以為了體諒國家隊的徵召，弗拉門戈隊付出巨大。但現在安切洛蒂我也搞不明白，他放着那麼多5大聯賽的球員不用，非要招巴甲聯賽的這些養老的球員。而且弗拉門戈队現在不只有巴西國腳，還有其他南美國家隊的國腳，在南美屬於豪門，所以世界杯球隊裡的主力相當於被抽掉了一大半走。這巴西國家隊的新主教練安切洛蒂用人確實有些講關係，只要他用一個隊的球員，就喜歡都用這個隊的，要不用就都不用。像切爾西的天才埃斯特旺重傷不能參加世界杯之後，他乾脆對切爾西的其他2個巴西球員若昂佩德羅和桑托斯就都不用了，也就只有羅德里戈受傷，沒有影響他對皇馬維尼修斯、恩德里克的使用，因為這些皇馬球員1年多以前本身就是他在帶嘛，還有卡塞米羅也是他的老熟人，所以弗拉門戈隊現在有一種為國仰視的感覺，而且就像巴西國家队的養老队一樣，像桑德罗和达尼洛這2個老家伙居然還在，所以讓人想不到一打國家队的比賽他的左右兩邊就跟抽乾了一樣，而且連帕圭塔也被抽走，誰當這個隊的主教練都覺得受不了，主心骨全被安切洛蒂的巴西隊抽完了，這巴甲聯賽還不延期，這不整人嗎？這個，所以僅從弗拉門戈隊來看阿萊士、桑德羅都已經35歲了，達尼洛都已經34歲了，還有萊奧佩雷拉一輩子沒有在歐洲踢過球，只是去過美職聯的奧蘭多城，這樣的老將，這樣的球員，安切洛蒂也看得上，這也說明巴西足球確實現在沒落了，而內馬爾的身體根本就踢不了球。我相信不僅老 K 這麼想，許多足球的專業人士都能看明白這一點。像90年代1998年法國世界杯，當時羅馬里奧還在當打之年，但98世界杯之前他也是小腿肌肉拉傷，教練組認為他趕不上最佳狀態，直接棄用。而其實呢，當時國家隊主教練扎加洛要求紀律和團隊至上，而獨狼羅馬里奧是極度的自我，訓練也懶散，私生活也是各種的不羈。主教練跟羅馬里奧長期不和。94年世界杯奪冠以後，當時羅馬里奧擅自延長了自己的假期，
跟巴塞羅那鬧僵了，到了国家队也多次遲到，態度非常的傲慢。所以98年扎加洛決定以22歲的羅納爾多大羅為絕對核心，放棄了羅組合的雙前鋒，這是擔心羅馬里奧搶權破壞更衣室。我記得在後來發布會上，羅馬里奧當眾落淚哀求扎加洛，仍然被拒絕。最後98年決賽，巴西隊0-3慘敗法國，鋒線上僅能依靠大羅納爾多，但羅納爾多呢又出了身體的狀況，所以巴西隊在決賽上缺乏了支點和殺手的嗅覺。如果當時羅馬里奧還在決賽中能上，那巴西隊可能結局就不一樣。而到了4年後的02年韓日世界杯，羅馬里奧雖然已經36歲，但是在巴甲豪門弗魯米嫩塞狀態極為炸裂，整個1998到2002年持續高產，但是獨狼也是自己作死。01年的美洲杯，羅馬里奧說自己有傷，拒絕國家隊徵召，隨後卻在聯賽生龍活虎，這被主教練斯科拉里視為是公然抗命。鐵血獨裁的斯科拉里後來也明確，我的球隊裡不需要有特權的球員，哪怕你是歷史最佳之一。後來羅馬里奧再次召開發布會，公開懇求，仍然被拒絕。最終02年巴西隊依靠3R 大羅、小羅和里瓦爾多最終奪冠。不過當時的小組賽淘汰賽階段也多次出現鋒線乏力的情況，有許多巴西名宿也認為，如果帶上羅馬里奧奪冠會更輕鬆。另外，冷知識老 K 再科普一點，在1986年的墨西哥世界杯，當時主教練桑塔納棄用了叛逆的絕對天才雷納托·高喬。高喬作為右邊鋒，當時的技術、速度、盘帶超頂級是當時巴西最具靈氣的邊路球員。但他也因為自己的性格桀驁不馴，場外的麻煩特別多，訓練中態度很差。最後，主教練桑塔諾認為他來只會破壞團隊紀律。但是沒有高喬的巴西隊在1986年進攻在邊路乏力，最後被法國隊淘汰。雷納托·高喬也成為了巴西足壇最可惜的落選之一。還有2014年的世界杯，當時34歲的小羅納爾多，在2013年剛剛率領米內羅競技隊奪得了解放者杯，他的狀態和靈氣仍然在，但也由於防守的態度懶散，體能不足，不符合當時主教練斯科拉里高强度逼搶的體系。而且斯科拉里也擔心小羅的夜店文化會影響球隊內的年輕核心內馬爾。最終的結果，半決賽巴西在本土1-7慘敗德國隊，中場的創造力極為枯竭。那一年許多人都懷念小羅納爾多的傳球。還有1990年亞平寧半島意大利世界杯，當時主教練拉扎羅尼也是棄用了內托，而內托作為中場核心，剛刚在巴西率領科林迪安队夺得了巴西甲级联賽的冠軍，是聯賽最佳球員。但他的落選，主教練沒有給出任何明確的解釋，外界普遍也認為是性格不合，再加上拉扎羅尼當時想去貝利化，廢掉過去巴西歷史上10號球衣的影響力，最後的結果導致意大利世界杯的巴西队中場混亂，16強就被阿根廷隊淘汰了。內托也被許多巴西球迷認為是最冤枉的一次落選。但現在內馬爾什麼情況呢？他已經無緣參加熱身賽，而且大概率會缺席世界杯首戰。巴西足協的队醫已經確認內馬爾是小腿2級損傷，這個診斷跟當時國內桑托斯俱樂部隊醫的說法完全矛盾，說明整個桑托斯隊為了內馬爾能夠進入國家隊，真是什麼都不管不顧了，隊醫作為醫生的職業道德也不要了。過去3年，內馬爾再也沒有為巴西隊出場過。最新的消息，巴西足協隊醫羅德里戈·拉斯馬爾親自宣布了壞消息，說內馬爾昨天來到基地報到，接受了所有醫學檢查，最後核磁共振結果顯示，他的小腿是2級損傷，不只是腫脹，預計他需要2到3周才能拿到出場的許可。但是巴西足協決定暫時不將內馬爾移出世界杯名單，給他15天的時間康復。而據記者深挖的消息，其實之前巴西隊就已經知情，很了解內馬爾右小腿的傷勢的嚴重程度。現在國際足聯允許各國家隊在首戰前24小時更換受傷球員，不過前提是該國足協必須正式確認球員確實存在醫療的問題。所以這也解釋了現在巴西足協為什麼要規範流程，為什麼要對內馬爾以及其他球員完成所有的臨床評估。現在內馬爾這種2級小腿拉傷是一種中等程度的傷病，並不是輕傷，它是涉及肌肉纖維部分撕裂，需要休息和康復治療。好在由於世界杯的擴軍，巴西隊小組賽應該不會遇到任何問題。
不過這個安切洛蒂啊，5月初他接受採訪的時候還說，內馬爾不會得到特殊待遇，內馬爾在名單中的位置將嚴格取決於他的身體狀況和競技狀態，而不是情感因素。安切洛蒂這個話呀，就像脫了褲子放屁，多此一舉。總之，意大利人，而且特別意大利老好人安切洛蒂，你懂的，人情世故這一塊他是拿捏透了。但眼下巴西队就必須在沒有內馬爾的情況下做新的計劃。所以咱們今天先重點介紹一下內馬爾，這也是由於巴西隊現在蜀中無大將，廖化當先鋒，大部分球迷或者普通球迷看巴西隊仍然只知道個內馬爾。那麼2010年，整整16年前，當時巴西隊在南非世界杯失敗以後，18歲的內馬爾首次代表了巴西國家隊出场，這也是當年國家隊年輕化重建的一部分。當時的梅西在巴塞羅那已經23歲，已經是世界級球星。而我們都知道，巴西和阿根廷永遠需要对抗，所以巴西也必須要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梅西式的人物。只是從那以後，整個職業生涯，內馬爾一直在試圖擺脫梅西的影子。這件事到了現在，似乎仍然如此。梅西今年在阿根廷隊是最後一舞，而巴西國內現在對內馬爾的感情也在試圖營造出一種內馬爾最後一舞的感覺。只是梅西已經39歲，現在內馬爾34歲。身體卻遠遠比不了39歲的梅西啦。從內行人眼睛裡，特別像老 K 看來，現在巴西隊唯一的希望就是維尼修斯，他才是競技方面的核心人物。不過一直以來，維尼修斯在國家隊做的貢獻很少，這也是為什麼他在皇馬的影響力遠遠大於在巴西隊。那麼老 K 記得在整整8年前，當時2018年世界杯1/4決賽，巴西輸給比利時，當時26歲的內馬爾有個鏡頭，獨自站在卡山體育場停車場的球隊大巴旁邊，背後是個巨大的 LED 屏幕，整個人就只剩下了剪影，低着頭，整個肩膀仿佛被那種期待的重量給壓彎了。那時候內馬爾才只有26歲，但很少人意識到，那已經是他贏得世界杯最好的最後的機會。那一場比賽，比利時队之所以能戰勝巴西隊，也是利用了內馬爾的存在。當時比利時主教練馬丁內斯將盧卡庫移到右路，這樣每次比利時重新奪回球權的時候，他們就能夠馬上打擊巴西薄弱的左側防區。所以剛剛只有26歲的內馬爾，卻因為他的存在，巴西隊的戰術上就天然存在漏洞。為了補他的位，整個巴西隊中場必須要做出更多的移动和調整。但是我們都知道，巴西隊從來就沒有一個像阿根廷的德保羅那樣的球員。所以在戰術上失去平衡的巴西隊很容易就輸給了比利時。但其實自2011年美洲杯以來，這就一直是巴西隊的問題所在，有時候表現在戰術方面，有時候表現在情緒方面。2011年美洲杯，剛剛率領桑托斯奪得了解放者杯的內馬爾，帶着鋪天蓋地的期待和炒作來到了阿根廷參加美洲杯。在當時巴西隊被巴拉圭淘汰的關鍵一場比賽，對方的右後衛奧雷利亞諾·托雷斯整場比賽就主防左路的內馬爾，他的貼身上搶非常兇狠，小動作極多，反覆的用肩膀用自己的軀幹去頂撞內馬爾，不讓他舒服的轉身起速度。只要內馬爾一拿球，他就貼上來，不給任何盤帶的空間。經常內馬爾剛過了一個人，就被第二下給撞丟了球權。再加上中後衛阿爾卡拉斯的補位，身高1.88米的阿爾卡拉斯當時專門負責對內馬爾內切後的協防和破壞。只要內馬爾敢往中路走，他立刻就頂上來上搶，封堵射門，不給任何射門的角度。加时賽阿爾卡拉斯和盧卡斯雷瓦的衝突，双双拿了紅牌，但在之前他已經把內馬爾的幾次禁區內的機會給破壞掉了。另外，巴拉圭當時是踢4-4-2的雙後腰，中場還有里維羅斯和貝拉，這兩個人橫向的覆蓋極寬，專門切斷甘索給內馬爾的傳球路線。每次內馬爾回撤想拿球，立刻這兩個人就夾搶，不讓他轉身。特別是里維羅斯踢球硬度極強，敢於下腳，敢於犯規。內馬爾多次被放倒，但裁判的尺度呢又比較偏鬆。最後是他們的門將比利亞爾，全場多次撲出了內馬爾的關鍵射門，有近角的推射，有禁區左側的小角度，還有反彈球，將內馬爾為數不多的射正也全部化解。賽後官方評選巴拉圭門將是全場最佳。所以從2011年內馬爾上演的天才般的首秀潛力無限，到現在2026年，整整15-16年的時間，巴西隊卻在後卡卡時代遭遇了陣痛。有天才但沒有體系，
有核心球員內馬爾，但是卻闖不過最重要的難關。每次美洲杯，尤其是世界杯，大家看球賽就有一個結論，許多防守球員都知道該怎麼防內馬爾，就是反正你怎麼做，內馬爾都會尖叫着倒下，那還不如直接把他撞翻呢。所以在巴西隊過去十幾年的大賽裡面，我們眼睛裡最多的就是內馬爾的各種被犯規、各種摔倒、各種打滾。你也可以說他的反應太誇張，但站在巴西球迷的角度，確實對方對他也特別的兇狠。但不管你的感情偏向如何，最後的結果就是巴西隊闖不進決賽。在2014年世界杯那一場殘酷的1/4決賽，這種情況達到了頂點。雖然巴西擊敗了哥倫比亞，但內馬爾直接就被蘇尼加用膝蓋頂到背部，導致椎骨骨裂。雖然那次犯規客觀講也不是惡意傷人，但後來犯規球員蘇尼加遭到了巴西足協的譴責，在社交媒體上成為了众矢之的。當年巴西本土的世界杯，里約熱內盧第2天的氣氛出奇的寂靜。內馬爾的受傷就像整個巴西遭遇了某種巨大的國家災難一樣。所以當時老 K 在朋友圈就留下了一個著名的預言，我覺得接下來德國隊會狂勝巴西队。在後來比賽奏國歌的時候，我們記得大衛·路易斯在奏國歌的時候高舉着內馬爾空着的球衣，這是一種歇斯底里的情緒，不僅控制了巴西隊，還控制了當時巴西的所有人。隨後冷酷的德國人可不管這個，直接打進你7個球，整個國家一瞬間就失去了理智。第2年的智利美洲杯小組賽，哥倫比亞隊又不斷的激怒內馬爾，最終內馬爾一次向後的頭頂動作卻被紅牌罰下，還因為隨後抗議裁判，內馬爾被禁賽4場。要知道就在1個月前，當時內馬爾在恩里克執教的巴塞羅那 MSN 時代，跟梅西跟蘇亞雷斯搭檔一起在歐冠決賽剛剛擊敗尤文圖斯，完成雙冠王，那是整個內馬爾職業生涯最偉大的一個賽季。但即使如此，在國家隊仍然是悲劇英雄。後來為了躲開梅西的陰影，內馬爾執意出走，去了大巴黎之後，最終卻成了巴黎聖日耳曼向巴塞羅那復仇的工具，也成了卡塔爾大型體育投資項目的一個象徵而已。雖然在卡塔爾世界杯1/4決賽，內馬爾迎來了自己的時刻，加時賽中打進了一個精彩進球，但隨後又成為克羅地亞莫德里奇的又一個受害者。所以過去10幾20年，內馬爾是老 K 最喜歡的球星，沒有之一。從他15、16歲在巴西的時候爆出來的一系列炫酷的過人動作，一直到他在 MSN 時代，後來去了大巴黎，那種神擋殺神、佛擋殺佛的氣勢。內馬爾是我最喜歡的足球藝術大師，但是過去3年，他僅僅首發了27場聯賽，他今年的聯賽出場時間也只有682分鐘，連8場比賽都不到。所以老 K 可以斷定，安切洛蒂選擇他，這是某種政治性的要求，這是一個基於情感而不是基於邏輯的選擇。也許還有1/1000的可能性，未來世界杯，內馬爾能從替補席登場，在某些短暫的瞬間做出決定性的貢獻。但2026年的巴西隊讓老 K 想到了1994年的阿根廷馬拉多納。1990到1994年，老 K 是真正的馬拉多納人迷，真正的阿根廷球迷。當時馬拉多納被爆出來服用禁藥，老 K 根本不信。但幾十年過去了，沒有辦法，事實就是事實。94年33歲的馬拉多納，他的年齡還有他的身體下滑，巔峰早已過去。他是自己慌了，怕跑不動，怕拖累球隊的後腿，怕被球迷們罵啊，馬拉多納老了廢了。但是他當時的身體體能爆發力早就已經明顯下降。當時他不信任阿根廷的队醫，只信任自己的私人醫生塞里尼。世界杯前，塞里尼給他吃了一種藥物，這裡面含了麻黃鹼，說是一種減肥藥，還可以提神。而馬拉多納自己呢，明知道可能有問題，但為了能夢回1986年的世界杯，馬拉多納還是服用了。1982年還在巴塞羅那時期，馬拉多納就已經接觸過可卡因。他後來也承認，一開始是為了止痛提神，慢慢的就變成了依賴。最後我們的球王死於多年的酗酒，但也有7名醫護人員因為過失殺人而被起訴。這裡面也是各種混亂，包括強行的提前出獄，用藥也各種混亂，還濫用镇靜劑，還疊加各種酒精。本身心臟就極差，各種基礎病，卻沒有做心臟的康復，沒有戒酒，沒有控制血壓。整個馬拉多納最後的醫療班子就是個草台班子，對他的監護為零。去世前12小時，馬拉多納已經明顯的非常難受，卻沒有醫護人員在場。老 K 對馬拉多納的愛，對內馬爾的愛，有時候真的愛。但總之，這一次巴西隊的整個備戰，
完全被內馬爾事件給擾亂。幾個月後，當我們回顧巴西隊的世界杯征程，希望不要被老 K 說中。那麼這次巴西隊老將卡塞米羅也被大家批評，因為1個多月以前接受採訪的卡塞米羅聊到了恩德里克，他可能本意是想給恩德里克減輕壓力，表示恩德里克不是已經確定參加世界杯的10個人之一，但就因為這幾句話呀，引起了廣泛的批評。對此，卡塞米羅也回應道：“我當時很難過，尤其是我本來是想保護恩德里克，我不想把世界杯的壓力放在他身上。恩德里克會踢3屆、4屆世界杯，我們不能把壓力放到他身上，我們要讓他放開踢。他是一名出色的球員，對陣克羅地亞的時候已經證明了自己有球星氣質。問題只是在於核心的角色，還有其他老球員排在前面，他們必須承擔起核心的責任。而像拉揚、恩德里克就應該踢得更放鬆，當他們出場的時候，就像對克羅地亞那一場那樣去踢。哈哈，所以這一個小風波也說明巴西隊確實輿論壓力非常大，你稍微說錯半句話就成了眾矢之的。但從02年以後，已經整整24年過去了，足球王國巴西卻再也沒有進入過世界杯決賽。巴西隊是非常難帶的，整個世界足壇這麼多國家隊，只有巴西隊是最難。在老 K 開始看球的1990年，當時巴西、德國、意大利都3次夺得了世界杯。現在幾十年過去，巴西雖然是5次，德國隊4次，意大利4次。從任何角度來看，巴西隊都是最成功的。可巴西球迷的要求極高，甚至不少球迷認為主教練斯科拉里是巴西隊史上永遠的恥辱柱，就因為那一次對德國隊1-7的比賽。哈哈，斯科拉里啊，那可是带巴西隊拿過2002年世界杯，是最後一個巴西隊世界杯冠軍教練，所以巴西隊特別難帶。安切洛蒂剛上任的時候，老 K 也認為充滿希望，可這一次的3大問題，老 K 是個人真不看好巴西的前途。舉個例子，在2013年，當時斯科拉里帶巴西隊贏得了聯合會杯，不僅贏了，而且比賽踢得非常好，場面非常漂亮，人人都很開心很快樂。可是到了2014年本土巴西世界杯，最後1-7一場比賽。事後主教練斯科拉里回憶道，到了2014年，我們巴西隊確實出現了一系列小問題，不是球員的問題，而是我們內部的問題。我們必須承認有一些困難，結果我們就搞砸了。所以在巴西踢球非常困難，比在國外踢球更難。在國外踢球沒有巴西這裡的壓力。2014年我們沒能像2002年那樣將國家隊完全隔離封閉起來，這非常成問題，問題很大。因為有各種各樣和我們共事的人，各種各樣的商業夥伴，各種各樣的贊助商公司，一系列的細節問題，還有關於個人的利益，關於國家隊內部的團體利益。如果我們回頭來看，2002年國家隊贏得了世界杯，2014年我們是第4名，這是迄今為止我們取得的最好名次。糟糕嗎？是的，很糟糕，但仍然是過去20幾年的最好成績，卻已經沒人記得這一點。OK， 說回巴西隊，先看主教練安切洛蒂。巴西過去很多年國家隊完全不穩定，22年世界杯以後蒂特離任，曾經來過好幾個人先後帶隊或者過渡。那麼一直到了25年世界杯預選賽，巴西隊1-4狂輸給阿根廷，主教練被解雇，這成了巴西在世界杯預選賽一次重大的失利，所以立刻加劇了巴西足協要尋找世界級主教練的壓力。25年5月，安切洛蒂接手，現在他和巴西足協已經續約到了2030年。安切洛蒂的特點是性格比較溫和穩定，擅長管理巨星，他能夠降低更衣室的摩擦和矛盾，每次在大賽中他總能保持冷靜。所以這就恰好能夠解決巴西隊近幾年最大的問題，就是天才非常多，但體系卻不穩定，而且容易受外界情緒的影響，波動很大。安切洛蒂自己最近倒是多次解釋自己的選人邏輯，他說，我不是要找那種最有名的球員，而是要找能組成一支球隊的人。安切洛蒂強調集體，強調謙遜，強調無私，他不想把巴西隊變成某一個人的球隊。維尼修斯也好，拉菲尼亞也好，都遠遠談不上將巴西隊變成自己一個人的。但是現在關於內馬爾，巴西全國都盯着內馬爾問題，巴西國內的人都充滿了浪漫情懷，希望內馬爾完成最後一舞。而且4年前梅西的最後一舞給阿根廷帶來了冠軍，內馬爾的最後一舞也希望能給巴西帶來一次世界杯冠軍。但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安切洛蒂各種表態已經說明不會將內馬爾當作固定的首發，更可能將他當作局部的時間改變比賽的人。
所以現代足球進化到今天，比賽的強度很高，所有的前場球員都必須參與逼搶、回追、防守和站位。安切洛蒂無疑希望巴西的前場四人組能夠跑起來，能夠壓迫，能夠回防。這對內馬爾的身體狀態來說已經不可能了。另外，安切洛蒂和中場大將卡塞米羅的關係非常好，兩人互相之間很熟悉。他們在皇馬有共同成功的經歷，而這次巴西中場名單就只帶了5個人，卡塞米羅和法比尼奧這2位老將同時入選，這說明老好人安切洛蒂還是過去從 AC 米蘭就有的老習慣。他在世界杯上肯定更重視經驗，重視對抗，重視防守的位置感。OK， 另外安切洛蒂這次不選若昂佩德羅，這引發爭議。還好若昂佩德羅沒有公開撕破臉，那麼隊內如果出現傷病，他還有遞補入選的可能性。老 K 個人是覺得無論如何都要帶上他。巴西隊最理想的情況，左右2個邊路能夠打開局面，但中路必須要有人能夠一錘定音解決問題。現在肯定缺乏像過去大羅納爾多、羅馬里奧那樣的人物，但相比之下，若昂佩德羅值得信賴。那麼球員方面，除了內馬爾，維尼修斯是現在巴西隊最重要的爆點型球員，他也是最具殺傷力的邊鋒。在國家隊競技層面，他仍然是左路的核心，也是最適合安切洛蒂在皇馬的體系的球員。而個人層面的維尼修斯在西班牙長期遭遇各種種族歧視的爭議，但回到了巴西就像天堂一樣。他的整個心情可以得到完全的放鬆和自由，但美中不足的是，維尼修斯最近和大姐姐女朋友剛剛分手，所以希望他的情緒上也能保持穩定。他在巴西隊的戰術作用很大，左路的1對1，還有反擊和推進，關鍵時刻還能制造犯規，能夠牽制對方的防線。風險在於，如果巴西中場球員不能穩定的給他提供球權，那麼維尼修斯容易被迫的回撤，遠離禁區。希望他的體力不要更多的被浪費在進攻3區以外。好，球員方面還要看拉菲尼亞，巴塞羅那的世界級邊鋒，也是巴西隊裡面非常重要的角色。他現在比內馬爾更適合現代高強度的邊路的要求，既能夠衝刺，也能夠回追，還能夠壓迫，還能在右路內切。安切洛蒂如果採用4-2-3-1或者4-3-3陣型，拉菲尼亞幾乎是右路最穩當的選擇。他在場上能夠提供巨大的戰術價值，有他在右路能夠平衡維尼修斯在左路帶來的主攻的問題，讓巴西2個邊路都能有速度。而如果內馬爾上場，拉菲尼亞可能去中路承擔更多的終結任務。而且要注意，只要內馬爾上，拉菲尼亞就需要更多的跑動，更多的防守。好，中場老將卡塞米羅，他是一個完全知道大賽的比賽節奏，能夠保護自己中後衛，而且在壓力下能夠穩定全隊的人。卡塞米羅的大賽經驗、對抗能力、位置感，尤其是領導力，有他在更衣室能夠保護年輕人，降低外界對恩德里克、對拉揚這樣年輕人的壓力。但缺點在於卡塞米羅畢竟老了，他的速度、他的覆蓋範圍能不能夠適應世界杯強度？而且世界杯比賽的密度很高，尤其是到了1/8決賽以後，卡塞米羅的體能是個隱患。好，巴西隊最有希望的年輕人恩德里克。恩德里克剛去皇馬，老 K 就非常喜歡他。現在租借到了里昂，他的表現也很出色。他技術方面的特點、爆發力、在禁區內的嗅覺，還有射門尤其果斷。恩德里克也許不一定能首發，但下半場只要換上他，肯定是最有衝擊力、最有威脅的前鋒。別看他年齡小，大賽經驗不足，但他的骨子裡是最像過去的貝利、羅馬里奧、羅納爾多這類的。好，這一屆巴西隊不巧的是羅德里戈、埃斯特旺、米利唐都因傷缺席。如果這幾位在，那麼巴西隊的攻擊線和後防線完全會不同。這3位大將的受傷也是今年世界杯最大的遺憾之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巴西球員全是樂天派。當他們都從歐洲各自回到了巴西國家队的更衣室，那種美好、快樂、年輕的男孩子一樣的感覺無出其右。巴西隊的更衣室從來不存在矛盾，再加上安切洛蒂，團結也許是巴西隊這次最大的武器。好，這次巴西最終直接晉級世界杯，過程也不輕鬆。一直到25年6月，維尼修斯對巴拉圭打進了關鍵球，1-0取勝，才鎖定了出線。此前，巴西隊剛剛經歷了明顯的低谷。24年美洲杯1/4決賽不敵烏拉圭，當時即便人數佔優的情況下，巴西隊在場上也缺少創造力。而且在世界杯預選賽安切洛蒂上任以前，球隊的進攻經常遇到困難，中後場向前的推進不順利，過度的依賴長傳和個人能力。當時球迷們對巴西隊已經開始缺乏信心。好在靠着換帥和關鍵球星的發揮，現在終於重新穩定了局面。過去這1年，安切洛蒂帶隊
他不是想要將巴西變成那種純控球型的球隊，而更像是要建立一種務實的結構。後場講究穩定的出球能力，中場雙保險，兩條邊路上速度，前場則是自由的發揮創造力。而安切洛蒂帶來的最重要的戰術紀律是前場球員不僅要進攻，還要能跑，能夠壓迫，能夠回防。陣型方面，安切洛蒂可能選用4-2-3-1或者4-3-3，雙後腰可能是卡塞米羅加上紐卡的布魯諾·吉馬良斯。吉馬良斯的風格全能型的 B2B 中場，他的攔截、出球、組織還有後插上射門能力都極強。他在巴西隊和紐卡斯爾也屬於中場的節拍器。和卡塞米羅对比呢，卡塞米羅更加偏純防守型的後腰，吉馬良斯則是更加的攻守兼備，能控球能傳球。這位28歲的紐卡核心球員吉馬良斯也屬於當今世界的頂級中场之一。而4-2-3-1，維尼修斯可以打左路，拉菲尼亞在右路，中路可以放曼聯的庫尼亞。那麼如果打4-3-3，安切洛蒂如果想加強中場的控制，可能會使用卡塞米羅、吉馬良斯或者帕奎塔。帕奎塔這個位置法比尼奧也能打。那麼陣型方面，如果選用4-4-2或者4-2-2-2的變體，就需要雙前鋒的衝擊能力。恩德里克可能和庫尼亞進行搭檔，或者是伊戈爾·迪亞哥搭檔庫尼亞。這時候維尼修斯跟拉菲尼亞則負責在兩側提供寬度。無論什麼陣型，左路的維尼修斯是巴西隊第一爆點。我們就希望巴西隊的維尼修斯能打出2年前在皇馬的感覺。而右路由拉菲尼亞提供平衡，中路靠庫尼亞、帕奎塔甚至內馬爾來串聯。防守方面，卡塞米羅和吉馬良斯對中路的保護一定要足夠，並且2個邊鋒都要回撤，要形成2條防線。這裡面最大的隱患還是，如果內馬爾上場，那就無法提供持續的高強度回防能力。這時候巴西中場和邊後衛會承受極大的壓力。那麼巴西隊的首發預測，門將阿里松，後防線韋斯利·馬爾基尼奧斯、加布里埃爾、道格拉斯·桑托斯。韋斯利23歲，羅馬隊今年的43號，他被稱為新卡福，特點是速度和爆發力都是頂級的，衝刺啟動特別快，助攻能力很強。他習慣於壓上，敢於過人，下地傳中非常頻繁，尤其是90分鐘的體能簡直無敵，高強度的往返完全不知疲倦，防守態度很積極，1對1的時候敢上搶。但缺點也是防守的選位比較一般，他壓上以後身後的空檔很大，容易被打反擊，而且傳中的質量不穩定，就像開盲盒一樣。由於經驗偏少，只有22歲，所以處理球有時候也顯得魯莽。但韋斯利已經是巴西國內現在最看好的年輕邊後衛，速度極快，上下往返能力強是他最大特點。最近有消息，穆里尼奧即将重返皇馬，而且他已經看上了韋斯利，非常欣賞這位巴西年輕右後衛的技術特點，個人覺得必須買。巴西的邊後衛在皇馬一向是有說法的。好，左後衛位置呢，可能用道格拉斯·桑托斯，也有可能用老将阿萊什·桑德羅。道格拉斯·桑托斯已經32歲，效力於俄羅斯超級聯賽的澤尼特队。他也曾經獲得俄羅斯邀請，但拒絕被歸化，堅持為巴西隊效力。由於不在歐洲5大聯賽，所以曝光率比較低。他的絕對速度不及韋斯利這樣的年輕人，但更偏向於穩準，而不是純速度流。還有他的盤帶比較一般，不擅長連續過人，但優點是傳中異常精準。無論是底線的倒三角、半高球，還是後點的弧線球傳中，質量非常高。有他在邊路，巴西隊的左側會有各種豐富多彩的傳中球，而且他的進攻插上也很積極，速度也快，再加上防守比較穩健，位置感很好。而且俄超的強度大，他也是常年的穩定的首發，傷病很少，体能充沛。道格拉斯·桑托斯曾經有長達9年幾乎無緣巴西國家隊，差點被遺忘，但他是2016年里約奧運會的金牌成員。這次在安切洛蒂上任以後，重新獲得巴西隊的徵召，正在跟阿萊什·桑德羅競爭主力左後衛的位置。老 K 個人估計道格拉斯更可能首發，因為他狀態更好，年齡也更優，左腳更純。他是屬於進攻型的左後衛，主打一個左路壓上加高質量的傳中，可以給維尼修斯拉開空間，也可以為中鋒輸送炮彈。防守端比老將桑德羅更靈活，轉身也更快。而如果使用35歲的阿萊什·桑德羅嘛，這位弗拉門戈的26號球員一直被稱作巴西左路的老黃牛。他曾經在葡萄牙的波爾圖，也去過尤文圖斯，拿過5次意甲冠軍，是尤文隊史上巴西球員出場第2多的。2024年至今一直在弗拉門戈養老。桑德羅的優點是攻守平衡，傳中也準，意識也好。
防守比較穩健，卡位、預判1對1都很靠譜，很少出現大的失誤，而且大賽經驗極其豐富。唯一的缺點就是年齡太大，都35歲了，衝刺速度、往返能力已經明顯下降。好，這支巴西隊的優點主要前場天賦仍然是世界頂級的，有維尼修斯、拉菲尼亞、恩德里克等等，包括馬丁內利、內馬爾。巴西仍然有極強的1對1單點爆破能力。第二個優點，主教練安切洛蒂。安胖不僅大賽經驗極強，而且在主教練這個領域毫無疑問世界歷史前3。由他來管理天才最多的巴西足球巴西隊，就能做出各種務實的現實主義選擇。續約到了2030年，這也充分地說明巴西足協就想讓他長期掌握權力。第3大優點，巴西隊的中軸線，門將利物浦的阿里松，後防線中後衛大巴黎的馬爾基尼奧斯，阿森納的加布里埃爾，後腰位置上的卡塞米羅，還有像法比尼奧、內馬爾，這些球員都有着充足的大赛經驗。第4個優點，巴西队替補很強，像恩德里克、馬丁內利、拉揚、伊戈爾迪亞哥，這些才華橫溢的天才球星，無論派上誰，都可以根據比分的不同、對手的不同，隨時改變比賽節奏。但巴西隊的缺點也很明顯，第一個就是內馬爾，第二點就是過去幾年巴西队的體系不穩定。雖然已經有了安切洛蒂，但畢竟剛剛上任1年，從美洲杯出局到預選賽的低谷，再到換帥，巴西隊並不是一路平穩地進入了世界杯決賽圈。第3大缺點，在中場的創造力顯得不足，特別是如果帕奎塔的狀態不穩定，內馬爾又不能出場的情況下，巴西隊的創造力就會過度地依賴邊路突破。第4個缺點就2個位置的問題，左後衛和中鋒位置懸念較大。阿萊士桑德羅和道格拉斯桑托斯都年齡偏大，都不完美，而中鋒到底用恩德里克還是伊戈爾迪亞哥呢？誰能在世界杯強度下保持穩定的首發，現在完全不確定。好，老 K 務實一點，給巴西隊一個預測，可能進入8強問題不大，而如果運氣不錯，這次能進入4強，那就算驚喜了。最後提一點，安切洛蒂的兒子一直以來是他的助理教練，但現在將成為里爾隊的新主帥。目前他仍然擔任巴西國家隊助理教練，但已經和里爾隊達成協議。小安切洛蒂也將迎來自己作為一線隊主教練的第2段經歷。此前除了長期在父親身邊，他也曾在博塔福哥隊有過短暫的幾個月執教。36歲的小安切洛蒂一直是偏好進攻型的足球。好，接下來看看今天的足球新聞。轉會市場方面，巴塞羅那正在籌備為小蜘蛛阿爾瓦雷斯要提交正式報價。先是有消息說，巴塞羅那對阿爾瓦雷斯的首份報價是7000萬歐元加上費蘭托雷斯，但已經被馬競拒絕。總之，阿斯報說，巴塞羅那下窗的預算是 1.5 億歐元，敲定戈登之後目標就是小蜘蛛。阿爾瓦雷斯對自己在馬德里競技西蒙尼手下是不滿意的，無意續約。他認為西蒙尼的體系對自己踢前鋒不利。而除了巴薩，大巴黎和阿森納都看上了阿爾瓦雷斯。巴黎內部稱絕不會高價買，但從球員的意願出發，小蜘蛛無疑更渴望加盟巴薩。據說巴塞羅那的報價可能會達到1億歐元，加上浮動條款還會增加。總監德科的動作很快，希望在世界杯開始前就能為巴薩的下賽季陣容敲定2筆重磅引援。還有，現在曼城的比席爾瓦首選也是加盟巴薩，雙方談判已取得重大進展。31歲的比席爾瓦肯定是有油的。這接二連三的好消息，巴薩球迷是欣喜若狂呀！過去看到和巨星的傳聞，都知道只是傳傳而已，但現在真要當回事兒，巴薩現在是真有錢了。OK， 另外，拉什福德的買斷條款6月15日到期，巴塞羅那已經確認不會激活，主要還是嫌棄工資太高，3000萬歐元的買斷也不合適。那麼另外，關於阿根廷世界杯最終名單，說馬斯坦托諾恐怕無緣，河床隊的蒙鐵爾由於受傷也會落選。好，輕鬆一下，老板梅西的老婆安東內拉怎麼說呢？咖啡色、深黑色，低腰露背的設計，彎曲線條的身形，2個字優雅。梅老板娘這一條動態發布之後，梅老板第一時間就點讚，接着好朋友哈維等人也紛紛點讚。哈維這個小老頭，但凡看到梅西的帖子，條條都要點讚。但是之前在巴塞羅那主席選舉選擇公開反對拉波爾塔，最後拉波爾塔又選上了，現在兩頭不討好。哈維想去英超當主教練已經很久了，但一直沒有消息。好，另一邊阿萊格里已經出任了那不勒斯的新任主教練，已經 here we go。
意甲教練們的正常輪崗正在繼續，還有 AC 米蘭隊正在接觸德國的朗尼克，朗尼克可能過來出任技術總監，但要求獲得充分的自主權。OK， 感謝大家的諒解和支持，仍然希望您獻上 Hype 積分，也希望您能用點讚和評論繼續支持咱們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那麼明天再見。